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音乐大来宾，我是主持人郭涛。今天请到这一位呢，我觉得很有意思。他有很多作品呢是用韩语来演唱，这次他又回到了中国，跟大家又发行了全新的专辑。不过在后台的时候很有意思，我们用四川话的聊天。这一位姑娘很有勇气，可以说呢唱了很多高难度的歌，而且每一首都很好听。有哪些？我们的大屏幕先来看一下。OK， 这些歌都是他的代表作。今天呢，他会用他非常真诚的爱，在我们的节目中用独白的方式跟大家来交流他最近的心情。让我们欢迎到的就是张丽颖，哇吼！亲亲我的爱，要记住爱的独白，跨越距离会看到真爱。欢迎张丽颖，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能够做客音乐大来宾。OK，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就好好聊一聊有关张丽颖的那些耳熟能详的作品。我们现在看到后面呢，我们帮你总结了5个章节，这些章节后面都有关键词，但是你想打开这些关键词不容易，因为你需要用声音唱出来才打开。用声音唱出来，好的。对啊，好不好？来，我们先进入第1章节。好，第1章节的提示句是 Timeless， 这不是离别。你要来了。Timeless， 这不是离别。就半句啊，我总觉得后面应该还有半句。不是，我就隔太久了，忘歌词了。但是这个好像你看，这个不算特别高的那一种歌，对不对？对，但是这个歌最后的部分还是很高的。你是缓缓的。对，缓缓的，然后升上去。升上去。OK， 这是 Timeless， 是你的第1张这个跟大家见面的专辑里的歌曲，对，对不对？2006年。2006年，看一看这一张后面的关键词是第一次和离别。哇，听起来有点小伤感哎。第一次是因为这是你第1张专辑，也是第一次去到国外发展，去韩国发展。哎，是几岁去的韩国那边？是我13岁的时候就去了韩国。哇，13岁你就去了？对，13岁。我在干嘛？在刨坑就弹弹珠还在。是吗？所以13岁就一个人自己去到那边发展。是啊，就是离开了自己的父母，然后去韩国，每天练习都特别的辛苦。13岁的时候应该是小朋友的练习生，会不会有一些特别的，比如说让你觉得哇好苦啊，怎么样？对，就是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嘛，去那边首先第一个不适应的就是语言。然后呢，因为我什么话都不会说，就只会说个안녕하세요。然后那个就是那个 SM 公司的人有告诉我，就是一进那个公司的大门就要鞠躬안녕하세요。对，然后你就全程안녕하세요一路过去。是的，是的。那后面有去学吗？专门去帮你找老师去学？每天都会有老师去公司教我学这个韩语。OK。然后呢，我记得我就是因为不会点菜嘛，在公司里就吃了1个月的这个那个김치찌개，就是泡菜汤。泡菜汤。哇，那你就来一段好了。假如说今天你要介绍你这张专辑你要怎么介绍它？用韩语的话。用韩语啊。对啊。 사랑의 도배 많이 사랑해 주시고 이 노래 정말 좋은 노래니까 기대해 주세요. 哇，我听懂了。那这是语言。那除了语言之外呢，还有没有觉得说，那么小朋友过去也看不到自己的亲人，然后在那边都是大人，也都是陌生人，会不会有的时候哇，举目无亲，流眼泪？我记得我就是第一天去韩国那天晚上我就哭了。就是非常的想自己的妈妈。OK。对，然后就一个人哭得很厉害，觉得妈妈就是今夜就是不会跟我就是一起，睡在一起。OK。对，然后就非常的伤心，然后觉得她肯定会睡不好觉。你担心她睡不好觉？对。OK， 你给她打电话吗？我给她打电话了。然后妈妈在那边也哭，这边你也哭。对。哇，怎么觉得好可怜呐！这么小的年龄去那边，其实说到了 SM 公司，其实刚才讲的是有第一次离别，感觉很伤感。但是其实到了公司还是给了你很多的照顾，比如说在专辑当中有跟师兄弟去合作，一起演唱，还有拍 MV。当时会不会觉得说，天哪，就和这些曾经的偶像啊，自己都是在屏幕上看见的偶像要合作，会不会觉得有些压力，或者是觉得哇，做梦一样？
感觉非常的荣幸，就是我只是一个新人嘛，然后就跟这么多大明星啊，就是当下最红的这些偶像明星一起合作，有一点紧张，然后觉得看见他们也非常的开心，就是好像看到心目当中的偶像。他们会怎么照顾你？会不会就特别的，就你是小妹妹嘛，小朋友啊？对，因为我第一次出道嘛，没有经验，然后也非常的陌生，很害怕。他们会告诉我不要紧张，比如说上台的时候啊 ，OK， 对，就是不要紧张。然后有些时候在台上唱歌的时候，眼神的交流，也会就是感觉得到前辈在给我鼓励。其实我觉得那么小的年纪去一个异乡或者是外国去学习，然后去发展，肯定很不容易，应该会有很多的苦。我觉得对于你来说，现在你看聊起来你会觉得没什么，但我相信在那个时候，谁能想到一个那么小的小朋友，应该是在父母身边的时候去到国外。对，这就是你的第一章，我们给你命名的关键词叫做第一次和离别，甚至他都点菜都不会。那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章吧，第二章就会稍微开心一些。来，第二章就是心愿，关键句是承载着甜蜜的梦，只想和你飞翔到永远。承载着甜蜜的梦，只想和你飞翔到永远。轻轻说爱你，你是我无悔追随的方向。Baby, you will last forever, my love. 为什么你的话筒声音会那么大？唱歌的时候是吧？说话的声音很小。对啊，而且说实话，我应该印象当中听你的声音是这一首歌听到的。我觉得哇，这个女孩子声音怎么会那么高，而且会就是直接上去的，都不带转弯的那一种。所以这个也是你天生的，还是后天有去训练，让自己声音更结实？其实那个时候呢，我还没有什么专业的训练，我都是凭着就是当时的那种感情和感觉，小时候就是的感觉吧，然后去处理的歌曲。就言简意赅，就是使劲唱上去的。对，使劲唱，这还可以。哎，说到了这个心愿，可以说是让很多人一下就记住你的声音了。那个很会唱歌，然后声音很高，然后呢，感觉小小的身体可以发出那么大的能量。但是我们也给你准备了2个关键词，看一看。梦想。你看有训练唱歌、舞蹈，应该当然还有语言。韩语。对，但是你应该大部分时间都在练习唱歌。对，从下午1点就练到晚上10点。OK。就每天就是这样重复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但是我印象当中你说过，你特别想把 R&B 和中国风结合在一起，让全世界的人都听到来自中国的音乐和你自己的这种想法。所以现在你还是会把这些中国风和 R&B 延续下去吗？就是我特别崇拜这个黑人的唱法。就是喜欢这个像 Boyz II Men 啊，Whitney Houston 这样的歌手。哇，他们都是转音。对，然后他们的音色也非常的有磁性嘛，所以从小就是模仿他们的音乐长大的，所以在唱法上呢就比较习惯那种唱法。OK。然后后来呢就唱中文歌，发现这个，因为中文歌的歌词，对，必须要以情动人。对。所以跟这个黑人的音乐有一点不一样。OK。所以现在更多的是去注重这个歌词的感悟。歌词的感觉。对，用情感去打动大家。你们知道张丽颖的偶像是谁吗？中文歌的偶像。谁？什么？彭姐是你叫的名字？ Coco 李玟对不对？对，为什么很喜欢李玟？是因为她的转音也很厉害吗？我从小她就是我的偶像。OK。那我第一次喜欢唱歌的时候，收到的唱片就是她的唱片。第一张唱片是 Coco 的。对，然后我就特别迷恋她的声音，我迷恋她的人，然后她的整个舞台的感觉 ，OK， 舞台的台风。然后后来呢，去参加了一个就是 Coco 的这个模仿秀。你还参加过 Coco 的模仿秀？对。哇。看到他本人了吗？最后看到了，然后我也得了那个第3名。第3名。对。第1名是他本人。
没有，那个时候是在很远的地方看着他，因为他是那个记者招待会。哦，就是你们所有的获奖选手一起跟他过来。对对。OK， 哎，说到了李玟，其实，在前一段时间一个卫视的这个歌唱比赛节目当中，你也选了他一首歌，而且自己 solo 自己独自唱的。对。想你的365天。对，这首歌是我从小唱到大的歌。从小唱大的。为什么选这首歌？在那个舞台上唱，会不会觉得还是不一样？因为那是个比赛的一个舞台啊。对，在那个舞台上呢，其实我，就是唱的时候会想到自己的父母，就是在去韩国之前，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妈妈每天都有就是教我，不是每天都有教我，就是想你的365天应该怎么唱啊？他们教你？对，就是在来韩国之前。哦。我爸爸都非常的支持我。爸爸妈妈也是 Coco 的粉丝，可以说。哎，那你们现场要不要听一下？他那一场唱的很好听，可不可以来一段？春风扬起你我的离别，下雨打湿孤单的屋檐，秋叶收到你的明信片，冬雪转眼又是一年，在想你的365天，听你我最爱的那首歌，来总是一不小心翻涌微笑的脸，忽然我感觉你没走远。哇！凭什么你不是冠军？那个比赛你可以拿冠军，唱很棒啊！谢谢谢谢。对不对？而且是清唱，没有伴奏哎，哇，听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是吗？所以说你真的是对于音乐这件事情，你会很认真的去研究它，然后每天会去练习。对，每天会练很长的时间。哦，那其实说到练习这件事情，你刚才也讲过，爸爸妈妈都是拉小提琴的，他们会不会小的时候也让你去练习拉小提琴？我从4岁的时候，我妈妈就监督我一定要每天练琴，从晚上8点钟开始到9点钟。所以你是因为这个原因无法忍受练小提琴去的韩国？也可以这么说，不是特别的喜欢练琴，因为就是这个事情跟我妈妈也吵架。对。那现在小提琴会拉吗？现在还会拉。还会拉？但都是那一首一闪一闪小星星。没有。就是小时候4岁练的那一首。没有，就是因为我也是考进了这个四川音乐学院嘛，对不对？对，也是专业的嘛，也是属于专业的这个小提琴。哎，那在你的音乐当中，会不会自己去以后加入一些自己拉小提琴的成分在里面？我有这个想法，就是本来是想这个《爱的独白》在前面一段前奏的时候，有个影子，对不对？对，有一个影子，这样。结果嘞？结果呢，就考虑到这个时间可能会太长了一点，所以可能这样的舞台会在接下来的这些表演当中，就是展现给大家看一下。说到了这个认真坚持这件事情，最近有一件事情在你的微博上，经常被你说到，就是减肥。你还需要减肥吗？因为艺人嘛，就是稍微胖一点，在镜头上都会显得特别特别的肥胖。这样说的我无地自容，我觉得你也很瘦，坐在你旁边，我觉得我是2个你。所以说减肥这件事情，你是真的会是自己要求，还是说公司会说，哎，丽颖有点胖了，要加紧减肥？那我也是自己通过看自己的影像，然后觉得特别的难看，然后就下定决心，这次出的新专辑一定要减肥啊！你减了多重这次？只减了3公斤吧，差不多。那也不错，有6斤嘞，2顿晚饭了。那你平时会用什么方法减肥？跳舞？对，我觉得运动非常的重要。运动。平时我就是喜欢这个跳舞，特别是跳这个芭蕾舞和形体上的一些舞蹈，这样可以就是纠正这个脊椎上的问题，然后也可以锻炼身体塑形。我觉得丽颖这些都好有品味啊，拉小提琴、跳芭蕾，哇天哪！那我也喜欢就是走路。
谁不喜欢走路？就是现在就是很多多人不是就喜欢打的吗？哦，打车是不是？对，打车。OK， 这是有关这一章第2章心愿。我相信就是因为刚才聊的这些，你的坚持和你的认真，以及像家里对你的熏陶，才可以让你有这样的梦想，去慢慢的让自己的梦想成真。对，这是第2章节。来，我们接着往下看第3章节。第3章节这个歌就难唱了。你要不要来一段？我就算了，我就破音，绝对是《晴天雨天》这首歌，关键句站在晴天和雨天的交接。这首歌说实话，我觉得不好唱哎。这首歌有点高。有点高。对。那就也得来，也得唱。来这一句。站在晴天和雨天的交界，该微笑还是流眼泪？干脆放任自己崩溃。站在晴天和雨天的交界，想要放手独自往前，才发现我止不了泪。哎，我是第一次这么近的距离听这一首歌。以前在这个 CD 中也好，MP3 或者现场听，就是听演出也好，我觉得哇，你每一次为什么都可以唱的那么起伏，然后感情那么充沛？你唱这首歌会想什么？唱这首歌啊，对，就是尽量的去想那个恋人分别的时候。但那个时候其实你并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对不对？对，那个时候还没有经历这样的事情，所以尽量的去想象，就是这个故事当中的主人翁的这个心态。好 ，OK， 那这第3章节后面的关键词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欧巴和等待。哇，真的。欧巴。欧巴讲的是谁嘞？欧巴讲的就是MV 的主角是谁？对不对？李东海Super Junior李东海，当时知道跟他要合拍这 MV 的时候，什么感觉？天哪！对，就非常的开心嘛。因为他也是就是很帅，很帅气，然后也是演技也很有实力。男神级别的嘛，对不对？说话要小心，而且因为他粉丝很多。对，因为就是这个晴天雨天是我自己拍的嘛，就主演的。对，你自己主演嘛。对，所以就更开心。哎，所以拍这支的时候，他会不会教你一些演技？毕竟他可能演的 MV 或者作品更多，会不会说，哎，丽颖，其实这个我们这样的拍更默契，或者这样感觉更好？就是有很多镜头呢，都是就是以这个情侣的方式出现的。那我觉得跟他拍摄的时候，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点别扭吧。你会觉得不好意思？对，不好意思。那怎么跟他？他会主动说，哎，没关系。对，他就是很像一个大前辈一样。就会说这丽颖没关系，就是不要紧张，你抱就抱啦，对，就很自然的表现，这样拍出来会更加好看一些。OK， 这是欧巴在这次 MV 里的这个合作。那其实说到了欧巴，在 SM 公司其实有很多的欧巴，对不对？有很多的欧巴，因为有很多男团嘛，对不对？那其实说到了这个欧巴们，你觉得你跟哪一个欧巴关系最好？那我是跟这个周密哥，周密欧巴。Super Junior M 的周密，对 ，Gentle Mimi 啊，是吧？他跟你是平常会在韩国一起吃饭、一起聊天嘛？因为都是中国来的艺人嘛。对，经常就会出去吃饭啊，然后聊聊天、喝喝咖啡。周密哥特别喜欢按脚、按摩，然后他有些时候会约我去按那个中国的按摩，就按脚，两个人一起。对，后面也拉小提琴。哎，那在按脚当中，你们会聊些什么呢？比如说，丽颖啊，你也是单身，我也是单身，对不对？都在异乡拼搏。就是我们聊的最多的还是这个鼓励对方嘛，就说要加油。对，要加油。就是我觉得周密哥对我特别的好，特别的关照。有很多时候呢，我都会告诉他一些，就是我的心情啊，或者是在舞台上有些不足的地方。他都会很热心的帮助我，就比如说我说话的时候是我的弱项，对，然后他就告诉我，丽颖啊，说话的时候你不要太紧张，也不要太快，就是放慢速度，然后有些时候停下来的时候，想一想，然后再接下来说话。他说话也很快啊，对，他自己说话也很快，嘣嘣嘣嘣嘣就说完了。你说话也很快，所以我们都是朋友嘛。好，我们期待一下，看一看丽颖跟 Gentle Mimi。除了在按脚之外，有没有能够在音乐上的合作？
好 ，OK， 这是说到的是欧巴，接下来要说这个关键词等待。这个词呢，我今天录节目之前，我觉得该怎么跟你去讨论，因为这个词，说实话是很多人心目中对你的一个定位，或者说是你心目中自己尴尬的一个词，就是等待。因为有的时候，哎，大家觉得这个名字张丽颖很早就听过了，而且也有代表作，而且跟很多的SM 公司的前辈合作，但是好像你时不时就会消失，是为什么？是为什么？那我从晴天雨天到现在已经相隔了5年的时间。哦，5年了。对，在这里休息了这么长的时间，我觉得我懂得了很多的这个人生上的这个道理。因为从我出道的时候呢，就跟这么多的前辈一起合作，我觉得就什么事情好像都是来得很容易。然后呢，后来经过这5年的沉淀，我觉得我懂得了，就是要有一个小小的成功，都要在背后付出特别多的这个努力，才能换来。所以呢，今天带着这个爱的独白来这里做宣传，我觉得非常的珍惜这个机会。刚刚你也说了等待这件事情，所以接下来不会让大家等很久了吧？不会啊，接下来我要告诉一下大家我的新的行程。就是爱的独白呢，其实还有一个续集。还有个续集？对。OK。这首歌呢也是一首非常安静的歌曲。那这2个歌呢合在一起，才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这个 MV。哦，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就是 MV 只是上集。对，还会有下集。还会有下集。也是宋茜跟涛来演吗？也是他们来演。哇 ，OK， 好，各位再来期待一下。说到了等待，我觉得其实就像你说的一样，有的时候沉淀呢，应该是为了更好、更有劲儿的往前跑。不过我觉得5年时间真有点长，所以接下来希望更多的作品跟大家见面。下集赶快来，好不好？好，这是有关第3章节，我们的关键词是欧巴和等待。第4章节呢，我觉得关键词很有意思，你先来看一下啊。第4章节叫做呼吸。关键词呢关键句是受伤的时候让我听听你呼吸。这首歌是跟 XO 的一位成员来演唱的，对不对？先自己来唱一句好了。触摸你，看着我泪流的温柔，这样继续回忆也不能安慰。我不停流泪，曾经约定好，如果分手离别再不能相见，受伤的时候偶尔一次让我听听你呼吸。这首歌我记得印象当中，我是在湖南卫视的春晚上有听到看到你们俩在演唱。哎，说到了，你看刚才讲的是欧巴，这个应该不能叫做欧巴了吧？这个应该叫什么？弟弟应该叫弟弟啊，对，他比我小，因为我跟陈活动的比较多嘛，我就觉得陈的性格特别的成熟。对，然后他也特别的为这个对方着想。OK， 就是比如说喝水。他也是先要给就工作人员倒一杯水，然后自己再喝。就是很多小事情上，他都特别的照顾身边的人。那我好想跟他做朋友啊！比如说，我想买个东西，我就说服他，让他买，他也会给我买一份。哇，这个人好棒哎！就特别可爱，特别可爱。好，其实呢，我们在这边给你准备了一个词，叫做“年下男”。你们听过这个词吗？听说过，你听说过这个词吗？我第一次听说。第一次听说，年下男就给你解释一下，就是年纪不大的男生，但是很成熟，对不对？我觉得他就是属于这一种，对不对？哎，其实说到了这种跟欧巴也打过交道，跟年下男也打过交道，你自己更觉得跟欧巴好打交道一些，还是跟小朋友更好打交道？我觉得各有各的魅力。各有各的魅力。对，因为欧巴也非常的亲和力，然后呢，鲜肉们也非常的棒。像陈，他也就是很开朗嘛，很活泼，也特别的平易近人，就不像一个明星。OK。对，就是很随和，所以相处起来特别的，就是好相处。OK， 好，这是说的我们的年下男第一个词，看起来哇，你真的是无年龄差哎，就是哥哥也可以跟他们打成一片，弟弟们也可以打成一片，好人缘儿。OK， 这是年下男。接下来要说的是肖总。肖总是 SM 的哪一个老总啊？肖总其实他不是我们公司的，是我妈妈，对不对？为什么把妈妈叫肖总啊？
因为我遇到什么事情，就是一点点小事啊 OK 还有工作上的事情，我都会就是参考我妈妈的意见，然后她会做主，所以我叫她，她是我的老总。他是老总，肖总，今天我要怎样怎样怎样。对那妈妈怎么叫你？在来之前，她就一直跟我对这个采访的话题，哦，跟你对采访话题。对，然后她好像就是我肚子里的一条虫。妈妈是主持人出身吧？不会是，就是妈妈自己开了一档对，节目。然后她就告诉我，应该怎么样，就是答这个问题啊 OK 怎么样把这个话说得更顺一点。 OK，对，你这样讲，妈妈应该是主持人肚子里的蛔虫，对不对？她知道主持人要问什么，你该怎么答。对，接下来呢，我们需要令你来完成一项任务。妈妈再算，机关算尽也算不尽。我们今天要给你出了将近有27道题，帮你来选择一下，看看你到底你真正心目中的理想型跟你刚才描述的一不一样。好，而且不是那么简单哦，你要一边颠乒乓球一边来选择，告诉我答案啊，真的。对不对？好不好？来，我们拿道具，准备好了吗 ？Ready？OK， 好，你先开始喽。喜欢一个人，你会主动去追他吗？不会。好 ，No。接下来两个人单独约会很无聊，带着情人跟朋友一起吃饭会比较嗨，你是这样认为吗 ？Yes or no？ 啊，你说什么我没听见。如果一对就是你跟你的男朋友两个人约会，如果觉得无聊的话，就会带着你的朋友一起去吃饭，感觉这样比较嗨。Yes or no？ 好 ，No。你是个有运动习惯的美人吗 ？Yes or no？ 好，下面哪一种颜色组合你会比较喜欢 ？A. 宝蓝色搭配亮银色，粉色搭配浅紫色 ，A 还是 B？A。好。A 在哪里啊 ？A 在这里。哦，好，不能停，不能停。截止目前为止，已经谈过3次以上的恋爱吗？包括3次 ？Yes or no？No。好，接下来你喜欢恐怖片胜过看动作片吗 ？Yes or no？ 你是个温柔的美人，弯下腰的时候，手指可以碰到脚趾头吗？哇！你弯下腰可以手碰到脚趾头吗？我啊，可以。好 ，OK， 答完了，我来看一下，你是可以的话就是 yes， 啊，可以了。接下来你的选项是 E， 我们来拆开看一下。好，哇，感觉我好像算命的一样啊，就是他抽签抽出来，我在这儿算命。哦，这个蛮有意思的哦。你的爱情的观念是中酸性情人。怎么讲？什么叫中酸性？先坐，我们慢慢聊啊。我跟你讲啊，这位施主，你求的这个签呢，算是上签，就是这样，搞得很奇怪，黄大仙儿一样。这个评价是你是一个贤惠和贴心的人，但是呢，你有一种隐性的特质，表面上你独立，喜欢主导，不过骨子里对于爱情的配合和容忍度却很强，因此再艰难的爱情你都会继续走下去，是这样吗？哦，我觉得还是很像我吧。很像你，还没完。除非对方主动放弃，你不会轻言分手。你的忠诚度和其他的女性相比是算比较高的，但是你感性和敏感。你是一个敏感的人吗？非常敏感。非常敏感。对。你会看男朋友的手机吗？会。OK， 还有，通常你的爱情运会有如倒吃甘蔗般，属于越晚越好的类型。哦，就是说你现在还真的就像你说的一样，不能那么急于的把重心放在爱情上。对啊，我觉得做什么事情都是做一件事情，认真真把它做好了，再做另外一件事。OK， 然后呢，在这边还写了一个魅力诊疗室，给你的解决办法是，你的特质是无论多么优秀和强势，只要一谈恋爱就会变笨。啊，我觉得这个说的很像哎。OK， 所以说你是在爱情中会一谈恋爱就会变得傻傻的女人，男朋友说什么就觉得好。就是我觉得女孩子吧，在爱情当中可能，都会被这个甜言蜜语，所迷惑。哦。对，因为男朋友如果就是经常说，比如说我爱你啊，然后呢你真漂亮啊什么之类的，觉得非常的开心。这2句就能迷惑你。
丽颖，你真漂亮，你也太简单了吧，真是。所以其实你是一个对爱情有憧憬，但是呢，会觉得还需要慢慢修炼、慢慢随缘的一个过程，对不对？对。OK， 好，这是有关丽颖的爱情的我们的判断，哇，太厉害了！中酸性情人，你也是第一次来听吧？对，我是第一次听、这个。OK， 下次可以讲给别人听。好，好，这是有关第4章节的。第4章节我们刚才讲到的是年下男和肖总，我相信肖总对爱情这件事情也应该比较着急了。好，接下来我们看第5章节。第5章节就到了现在了，爱的独白，关键句是不管经历多少阻碍，别害怕失去等待。直接来喽。我不曾离开，哦爱，不管经过多少阻碍，无奈，别怕失去的等待，亲亲我的爱，要记住爱的独白，跨越距离会看到真爱。哎，你每一首歌都唱得好稳啊，是吗？真的好棒！哎，这首歌其实不光是唱得很棒，自己有作词在里面。对，我是跟另外一个作词者一起写的这个歌。你当时写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就是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就觉得很有感觉，要把它写成一首歌。那这首歌呢是源于这个2008年对汶川大地震当中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改编的。对，就是有一位母亲。他被埋在废墟下，然后用身体挡住了这个倒塌下来的房屋。对，就是他用生命救助了这个怀里的小宝宝，就是以这样一个故事为题材。触动了你，然后写了词。对 ，OK， 哎，其实说到了这个地震，最近其实云南也有发生地震，对不对？对。其实我觉得，天灾人祸这种事情可能没有办法避免，但是我相信有。力量有精神力量存在就可以支撑下去。你看这首歌，我觉得也可以送给云南的朋友们，让他们也可以用爱的方式努力加油。那今天要不要通过我们的镜头，也给他们一封这个视频信，让他们去通过你的音乐去加油去努力，好不好？那云南的朋友们，我觉得发生了这个事情呢，是非常的这个震惊，也是非常的悲痛，因为这次也是。受伤的人很多，所以呢，我希望云南的朋友们能够坚强下去，然后呢，能够尽快的从这个创伤当中出来，然后过这个幸幸福福的生活。好，刚刚送完了祝福了，那其实呢，你看有爱心、善良的人就会有好报。对，为什么这么讲？因为的确，我们今天就要给你看到你的这个。好心有回应啊，在我们的音乐微榜上，你的这首歌，你自己看了排在第几？排在第几？冠军嘛 ，Number 1。哇，厉害！哇，我看看底下是谁？哦，别的公司的。是对的。别的公司的。那其实你看这首歌，其实成绩很棒了，95.76。有没有想过说，这样一首歌，让大家一下子就都揪在一起，这个心可以去看这样一个故事，去关注这样一个事情？那我在出歌之前呢，也是没有特别大的期望。但是呢，后来发现就出来了以后，大家的反响都特别的好。然后我在微博上就是看这些评价，都是说这首歌特别的感人。我也是希望通过这首歌呢，就是带给大家这个母爱是非常的伟大。去关注受灾的人民们，对不对？关注这些人们。对，同时要关注他的下集啊，因为这首 MV 还有下集。还会跟大家见面。是 OK， 说到这个 MV， 其实很多人都说拍得很棒，然后呢歌曲的意境很好，但是我就想问，会不会有点可惜啊？你在里面好像只是单纯的唱歌，没有在故事当中担当一个角色。其实宋茜呢是演一个实际上的这个妈妈，那我在唱的时候呢，就是演的是这个好像妈妈站在天堂里，一直守护着自己的孩子。是这个意思啊！对，天堂是长草的，开玩笑了。其实这首歌刚才成绩很棒，但是我们第5章节给你准备的这些关键词，我们刚才聊到了有作词、有 MV 拍摄，还有几个那些年综艺和家乡菜。其实这张 EP 当中，不光是有这首新歌，还翻唱了那些年。为什么要把这首歌拿来做一次翻唱？
因为那些年我非常就这首歌，我非常喜欢看那个电影叫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然后我觉得从这个电影当中呢，我也想到了自己的童年，然后我更多的是想到了这个父母的爱情故事。他们的故事，然后也想到了就是我离开自己的父母，然后可能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就是在这10年里都特别的想他们。那我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跟自己的父母能够团聚，能够过这种特别简单的生活。回到原来小时候的时候，跟他们在一起那种感觉。对，好不好？那听一听吗？这是张丽颖理解的那些年，会不会听起来有些不一样？好不好？来一段。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曾经想征服全世界，到最后回首才发现，这世界滴滴点点，全部都是你。其实我忽然刚才你在唱的时候，我想到一个问题，会不会觉得自己的人生的轨迹有些是可惜的？比如说那些年你唱这首歌的时候，如果说没有走上演艺这条道路，如果没有去韩国的话，可能那些年你可能会跟爸爸妈妈待的机会更多，可能你会有更多的，比如说像这首歌里唱的那些爱情故事，会不会有的时候觉得说，另外一种选择其实也不错？另外一种选择，如果我没有当上歌手的话，对，我可能会在家乡当这个音乐老师，会教一些学生这样。但是呢，我觉得，我还是喜欢唱歌，所以呢，一直就是坚持了这条道路。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不唱歌的话，就是做其他的工作，也觉得自己可能会担当不好，也觉得自己不喜欢做那样的工作，比如说工作的白领对，还是为自己的梦想要去发光。对 ，OK， 鼓励一下，鼓励一下。其实我觉得，整个在从开场问你第一个问题，13岁去国外当培训生，到现在，然后呢回到祖国跟大家分享你的歌曲、你的声音，以至现在于很多刚才我们问了很多敏感的问题，我忽然觉得你是一个很勇敢，然后呢。说的直接一点，就是有一点不会那么纠结的女孩子，是这样的人吗？那平时呢，生活也是很简简单单的。我觉得作为一个艺人，肯定有很多的时候是非常有压力的。要面对很多的这个评价，但是呢，有些时候呢，我就是把这些事情都抛在脑后，就是尽量给自己放松。然后我觉得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觉得自己辛苦吗？我觉得自己有辛苦，也有就是很甜蜜的事情，就是今天能够在这里得到第1位的位置。嗨，也是啊，第1位真不容易。OK， 那既然今天来到音乐台，刚才我们也说了，这样一个女孩子，很勇敢、很善良、很单纯，也对家乡很思念，所以今天我们音乐台也破例花巨资买了一些食材，然后可以让你在现场完成一道家乡菜。我们看一看，我们这边准备了一个9宫格，后面代表着是相应的你的家乡食材。你要不要选一下？对，你可以选择6个。6个。对。你要选择。我选左边3个和右边3个。中间1个都不要。对。你不要中间说你买的就是很贵的食材，我跟你讲。你选好了哦。好，选好。好，我们看一下左边3个和右边3个分别是什么食材？面条。然后呢，白糖花椒粉、芝麻酱，哇，这个是酱油、香油、辣椒油，还有什么葱姜蒜，黄瓜和醋，怎么都是佐料啊？那 OK， 好，这些是你选完的，我们就把这些食材拿上来，好不好？来，让丽颖完成这样一道家乡菜。OK， 接下来我们就要邀请到的丽颖走进为您服务，帮大家开玩笑了。这是一道你刚才选择的佐料都在这上面了。对。你想把它怎么做成一个什么样的一道菜？要有家乡的味道。要有家乡的味道，应该是又麻又辣的。OK， 又麻又辣的。然后还有一点点这个香油。香油在里面。对。好，来。这个是什么呢？这是芝麻酱。芝麻酱。我帮你拿麦克风，你来做。好。那我先把面。
先问一句，你平时在家会做饭吗？会做一点实话哦，马上看得出来。实话是吧会做一点点。会做一点点。对。好，先把面放进去，接下来，接下来要放什么？要一点酱油。好了，否则会太咸。辣椒可以多一点，因为你要做的是川菜嘛，对不对？辣椒油。辣椒油。够了。好，接下来我放一点，这个我觉得应该多一点。胡椒面。胡椒面。好，芝麻酱要不要？糖要放吗？哎，你问我？芝麻酱要一点点。芝麻酱应该稍微对。好。最后把这个菜可以全部放进去。真的看出来了，你只会做一点点。拌的这个面呐，是吗？哎，它还蛮香的，已经有香味儿了。对，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哎，可以送给粉丝们一会儿。哦，好啊，好。那我平时做的菜是这个，就是韩式菜比较多。韩式的哦。因为韩式菜这个汤比较多。汤比较多。对，也比较好做。就炖在里面就可以了。哦，是的，是的。好。这看起来颜色还蛮浓的，所以就让粉丝来尝吧。酱油好像放的有点多。还好啦，酱油还好，其实看起来应该还好，因为上色嘛，酱油主要是上色。哦，完成了吗？完成了。你确定你不要放点糖之类的？万一太咸的话，你觉得 OK？ 放一点点。我老乡的那个凉面好像没有放糖，对不对？我只是考验你，就真放进去了。好，今天的为您服务就是张丽颖为大家做了一个凉面，来，你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尝一下，一大口。哎，好，是不错。会不会太咸了？有点甜。哎，这样好了，我们还有筷子吗？给粉丝们尝一下。来，其实我觉得真的还不错耶，做的味道还是算正宗。你可以自己尝一下。好，来，我们俩就吃起来了，在节目里就吃起来。OK， 这是你的。因为我有很长的时间都没有吃这个凉面了。没有吃过凉面，对，那就吃自己做的喽。好，好不好？尝一下。味道还可以，味道还不错。怎么样？好吃，还不错吧？有一点甜甜的。发现自己很有能力，对不对？对，给自己点个赞。OK， 今天我们跟丽颖在节目里有唱有聊，还有吃，对不对？我觉得好开心，就像你说的一样。我也很开心。虽然说等待的时间有点长，但是我相信这张EP《爱的独白》里面应该是有很浓重的感情，不管是这个母亲的光辉也好，还是你自己的感情在里面也好。最后跟歌迷说点话好不好？他们其实一直在等着，一直在守候。是吗？就是我非常的感谢，就是这么多年一直支持我的歌迷。那我想在这里对你们说一句话，就是希望你们一定要坚持最初的梦想，因为我觉得在成功的路上有很多这个坎坎坷坷的事情，只要坚持不懈的去追求它，我相信，有一天呢，这个成功就会实现。希望你们能够坚持。好，再次谢谢张丽颖，谢谢你的专辑，谢谢你今天带来凉面，下次我们再见面，好不好？好，谢谢各位，我们音乐大来宾下周再见喽，拜拜。